观众午安，我是学府，欢迎收看《论文门开箱》。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不过，论文门开箱依旧是不打烊。虽然大家已经休假了，可能现在你正在的是高速公路上，要赶回这个看去哪里玩，但是你用手机、用平板一样可以收看论文门开箱。好，我们也是绝对是不会打烊的，来为大家服务。那我们赶快连线，今天听说有100万夜景的彭批啊，彭批好。师傅好，各位论文门开箱的朋友，大家好。哇，彭批，因为是跨年，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不能太寒酸，我就离开了白宫草坪，我跟 Joe Biden 借了一个会议室。有没有看到后面很漂亮的背景？所以在这边跟大家问好，祝福大家呢，迈向新的一年。圣经上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祝大家2022年一切平安，一切喜乐。是我刚刚就觉得奇怪，白宫草坪的夜景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哦。原来彭批一讲懂了。这个今天因为过年最后一天嘛，拜登也是说邀请你进去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场景，这个要小心哦。这个我们对比一下后面的这个场景，就大概知道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了。那不知道这个国安局的人员是不是？哇，这个是非常用心、积极的，想要找出你的下落。好，这个先不开玩笑，我觉得说今年是过年，要过2021年的最后一天。不过在12月30号，我们就进入到主题。我们看到一个案子非常快，就他一审就出来了结果，也就是彭批唯一有出席视讯开庭，所谓跨海视讯开庭的这个告张永惠法官的案件，在昨天出炉了结果。一审是判你说要求偿张永惠法官200万，但是判败诉。这个案件呢，一直到我昨天看到震惊关不了，那彭批还特别熬夜想要等看这个判决的理由啊，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呢，后来我已经看到了，那相信彭批现在也看到了。彭批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件，你看到法官所写的理由，帮我们讲一下，你认为服气吗？你认为这个法官他所说的是有依据的吗？这个案子基本上法官判我败诉，并不奇怪，我觉得我不惊讶啦，因为你要求一个现在在体制内的一个法官，他去判他的同事，他们都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你要他去判他的同事有罪，然后赔偿给一个目前呢，这个整个国安单位、整个犯罪集团加强锁定的一个通缉犯，这个是太为难他了，所以。洪文慧法官的这个判决，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嗅到了，没什么奇怪的啊。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做了2件事情，让我觉得，还算是平铺直叙，还算是这个中规中矩。就是第一个，他让我视讯出庭；第二个，我们要求他调查的事情，他还真的是就是四平八稳的去了一个函给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被告张永惠要他回答。所以我觉得你做到这2点，基本上这就是我说的判决胜负不是我重视的，重视的是说你的过程必须合法。好了，那判决书我们还没有收到，所以我很难争辩。不过我从苹果日报上面去看到的这个判决的理由，我倒是可以针对他判决的理由呢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当然，苹果日报有可能是凭空猜测的，不然苹果日报怎么会知道？因为这个判决的理由还没出来，判决的主文已经公告，主文才15个字嘛，15个字就是我败诉，然后这个诉讼费用由我负担。你从主文15个字当中，你是看不到判决理由的。那这个苹果日报记者怎么那么神通广大，可以拿到判决理由呢？比这个当事人，比这个原告、被告都早拿到，比败诉的一方都早拿到这个判决的理由，这个就厉害了。这个就是我们告张永惠法官泄密对我造成侵权的另外一个翻版，就是你怎么可以不给当事人没有先公告判决的理由，就直接先给记者？那如果这个东西可以的话，那马王政争的时候，这个黄世明就没有什么泄密啦，对不对？我既然你可以给记者，为什么不可以跟总统讲呢？好，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们得要再来慢慢追究。至于洪文慧法官判我败诉的理由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是看了苹果日报写了之后，我觉得洪文慧法官有货了。
如果判决书真的是由如这个苹果日报所这个转载的，那他很有可能已经踩到了我的红线，就他极可能又成为我的被告。那我这样子一路告法官，一路告下去，其实也蛮过瘾的啦。我说真的，如果你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的话，你当然不要做这种事啊！你民不与官斗嘛，你去告法官干嘛嘞？反正法官被你告了以后，又有另外一个法官告他嘛。那再告他那个法官，你又再去告那个法官，那你告不完啦。你有多少钱可以告？我说过嘛，我2个律师，一个案子告上去3审，那3审我们拿这个律师工会的这个一般价来讲好吗？1审10万块，2个律师20万，3个审60万，我随便告一个人就是60万。哇，60万是这个是一笔数字哎。除此之外，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啊。你知道，我告了，一般来讲哦，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告过人。我那种一般的那种1450啊，诽谤我再难听的话，我都笑笑算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言论自由，就是反正嘛，这个小老百姓发泄一下，我们稍具知名度，我们就要忍受被人家指指点点，被人家诽谤。可是当这个人的权势比我高的时候，那我一定会告。比方说蔡同学，比方说张敦涵，你们这些人已经掌握国家机器，掌握发言权了，你还对一个小老百姓指指点点，还诽谤他，那我一定告。我同样告过曾经是立委、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这个蔡正元，因为他说我在海外诈领健保，开玩笑，没有的事情我怎么能吞下来？所以你看，我光告蔡正元诽谤罪，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吗？这个小小的诽谤罪，民事哦，民事，刑事就不起诉嘛。所以我说，诽谤刑事要起诉，真的是比登天还难。那就我很荣幸啊，我不但被黄伟起诉，我还被这个姚念慈跟刘成武联手通缉。你今天要告一个人刑事的诽谤罪，都已经比登天还难了。我竟然还因为这个被通缉啊！这真是2021年的最爆笑的一件事情。那我回到刚刚那个蔡正元的案子，你知道我告他花了多少时间才3审定谳吗？5年呐！5年啊！我花的钱何止是对，所以我没事告那么多法官干嘛？对不对？与其好告哉，于不得已也啊！我拿到判决书，我会好好来看看红会法官涉及的不法的事情。我待会再跟徐虎说明细节好了。是，我刚才听到说，彭批说，虽然说现在还没拿到判决书，但是这里面已经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怎么当事人还没有看到判决，但是媒体已经知道了？这跟你告张永惠法官其实是里面是有相关联的。第二个，你谈到的是说，这次这个洪法官如果就苹果日报所写的相关的理由的话，你说踩到你的红线了，因为我有看到他大概主要分成3个部分啦，我这边再稍微念一下。他说，判决理由认为说，张永惠的判决客观上合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内容也没有不雅、轻蔑的文句。至于法律上意见正确与否，应由上级审判判定，非本院所得审究。而新闻稿比较早发布，是因为该案受到媒体关注，台北地院应媒体要求，依新闻发布作业要点，制作判决重点摘要，而在刊登于官网之前，提供给书面还有电子档给媒体，并无侵害彭文正名誉权的恶意，请求赔偿与登报道歉均无理由，因此判决彭文正诉求驳回。但第一个，他就认为说你的他在写这个所谓的判决书上面，并没有什么轻蔑你啊，也没有不雅。第二个，他判的对不对，好不好，这不是他意思是说，不是我们本院所得审究，不是我们可以管的啦。那再来，你说那个新闻稿发布比较早，那就是说我们是应媒体要求啦，还有颁布一个什么新闻发布作业要点，先给他们，但是并没有侵害到你的名誉权的恶意。彭批你怎么看？这到底这3点哪一点踩到你的红线，还是这3点都踩到你的红线？这3点呢，不但踩到我的红线了，这个它的严重性我来一个一个讲啊。第一个，他说呢，张永惠这个被告，他的判决内容没有不雅、轻蔑文字句。对，问题是我没有告他妨害名誉啊，我不是告张永惠妨害名誉，所以他这个写的又是公务人员登载不实，就是我并没有告张永惠有什么不雅或者是轻蔑的文句，我告张永惠的是他没收了我1审的审级利益啊，就是说1审应该要公平审判，这是我的一个作为平民老百姓的基本司法人权嘛。
我告的是这个，我告的是说他没收了我一审应该被审判的权利，使得这个案子呢，我莫名其妙未审就败诉，因为败诉，所以我上诉到二审，但是二审的法官呢，他认为，一审的法官他这件事情呢是显然违法的，所以他认为在程序上啊，这个是显然有这个他讲的是有严重疏失，所以把二审呢再打回一审。重新从一审呢再审判起，因为这个动作呢，就好像说，我原本在高一，我是升到高二，结果我突然被收到通知说我留级了，所以我又回到高一，可是我后来发现留级的原因是因为老师成绩算错了，使得我高一念2遍。那请问你，我高一的念第2遍的那个，先不要讲精神上、时间上的问题，是我的学费是不是应该请那个搞错成绩的老师替我付？没错，我今天争的就这个。对，这样讲大家都听懂了嘛？哈，就是说我的一审，你该审没审，如果你审了判我败诉，那我觉得没话讲。结果你没有审，啊，你还发函给被告蔡英文请他说明，结果这被告蔡英文根本没有跟你说明，你在25天后就突然判我败诉，而且你发函给蔡英文的时候，你还限他10天内答复，结果蔡英文根本不甩你。你不甩呢，你应该怎么办？换成我们小老百姓的话，一定恐吓你，对不对？是啊，你再不甩，我来抓你哦。是，虽然这是民事判决，通常民事判决，如果你不甩他，你一定败诉。馆长告我的案子，就是因为我没有收到，因为你知道那个疫情期间，那我家有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妈妈搬到那个有楼梯的地方，所以我们那个公寓就放着没有人住一段时间，结果我没有收到通知。没有收到通知，我第一次看到报说我败诉，我才知道说我竟然被馆长告了。所以如果你是民事被告，你敢不出庭不回应，我保证你败诉。结果没有张永惠法官去函询蔡英文，蔡英文不甩他，结果张永惠呢在25天后，就是1月15号，817万票胜选的4天后，他就直接判我败诉。那所以我主张的是，你没收了我的司法人权，我不是说你有污蔑我或者是不雅，你连污蔑我跟不雅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开庭，所以我就不知道洪文慧法官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好，他的第2个理由，至于法律上的意见正确与否，应由上级审来判断。他讲的完全正确，你的一审到底对不对，应该由你的上级审，就是2审来判断。好了，2审的判决书早就出炉啦，说你呢这个明显违法嘛，就是你在这个一审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尊重这个程序，所以才把这个2审判蔡英文败诉。那这个程序败诉以后，发回一审更审，所以变成我高一念2遍嘛，变成我一审走了2遍。那请问你，我第2遍的律师费用总该你付了吧？总该你张永惠付吧？就这么简单，我请求的就这个，这是数学嘛？是。结果这个洪文慧很有趣哦，他说。这个法律上意见与否，应由上级审判断。你讲对了，表示什么？表示2审判断的结果证明了1审张永惠你是有疏失的嘛？好咯，那么这个洪文慧下一句话更荒唐了，2句话是逻辑是冲突的。非本院所得审究，审究的意思就是审理追究，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2审的结果已经说张永惠不对，那这个对不对？这是不是我？洪文慧法官应该要来审理追究的，是上级说了算。好了，那上级已经说1审是违法判决嘛，所以我才得到更1审的机会。那我今天不是要你洪文慧法官来审理到底1审对还是2审对，我要按照你的说法，2审已经给了答案了，我要求的是我在1审的时候造成的律师费的相关的赔偿，所以我这是一个民事求偿。所以如果你的第1段是你自己写的，你到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张永惠败诉，因为你说的嘛，你说内容没有不雅轻蔑，但是我并没有告张永惠妨害名誉求偿，我告的他是你让我1审高1读2遍。好，你说高1读2遍到底对不对？那要由这个高2的老师来做决定，那高2的老师已经说不对啦，所以回到高1。那我这高1的学费多付了1年，谁来付？那就是张永惠嘛。所以我说，这个法官的判决书，如果按照苹果日报说的，他第1个理由4打耳光，
是。那他的论述讲到这里，他要怎么样判我败诉呢？我是不懂，我实在是不懂。而且彭碧，我看到这个有关于所谓对你刚才讲到这个，而且其实，在苹果日报刊载所谓洪法官他所写的判决书里面有提到这一点，他认为说，因为你说一审怎么样，二审已经判了，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反正你有二审这样子的一个救济的救济的空间啦，所以说你现在再移到一审就没有侵害到你啦。那至于你的裁判，你的这个律师费，那就是你本来你是告人的，你就要负担。我记得他苹果日报里面就有特别写到这样，那我觉得他没有触碰到问题的核心，就是是非啊。哦，这个是 more than 是非。我告人，我本来就应该付钱，没有错，对。但是我正常情况下，我就是一审、二审、三审，对不对？我一审付给李正华、张晋律师各10万，二审各10万，三审各10万，不管我胜诉败诉，我60万准备好了，我准备告人，花60万。对，就现在平白无故让我至少多花了20万，所以我变成至少要花80万。那80减20，这是数学吧？那80减20，这个20是谁造成的？不是因为我告人造成的，是因为张永会不审所造成的。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洪文慧法官，我不知道他是数学不好呢，还是装傻。既然从他刚刚讲这个理由到现在为止，那他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因为张永会法官呢没有遵照程序。所以显然是一个违法判决，所以我主张的就是因为你的违法判决让我一审必须要走2次，我一审必须要走2次，所以我一审的这个律师费用就必须要付2倍，所以我求偿的是民事。所以我不知道我拿到正式判决书以后，我要得好好看一看，80减60为什么等于0？好，我要跟他好好的苏压一下数学了，因为我教数学嘛。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很有把握了。我上2审，我什么都不要跟法官多讲，我就先问法官说80减60等于多少？好，如果他给我事先出庭了，我第一个问题就问法官说：请问80减60等于多少？20。那20万是法官你要替我付呢，还是你觉得我应该去找张永会拿？这样就好了。所以我的2审的辩护状我已经写好了。哦，好，另外一个争执的点，其实他就讲到了，他说。你说这个媒体怎么都会比判决书或是比当事人更早知道整个判决的内容？他说他是应媒体要求依新闻发布作业要点，于是就有这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作业要点，制作判决的重点摘要。然后他也认为说，我刊登在官网之前提供书面跟电子档给媒体，并没有侵害到你的名誉权的恶意。那包括这次洪法官看起来，苹果日报也是，或许也是。依照这样一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作业要点，你也没有拿到判决书，结果苹果日报先刊登了。他意思是说，这就是他们的惯例，而且他们还有所本就是了。那彭斌怎么看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啊，你会看到那个台北地方法院的说法跟这个洪文慧法官的说法完全矛盾，你就知道他们心虚了。大家还记得吗？那个黄世明的泄密案，后来黄世明被判有罪，监察院弹劾。我印象中，他被判罚了，他是1颗罚金，他本来是有刑期的，他被判了大概几十万吧，我70、80万的罚金。这个案子在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就是我办的，我跟另外10个检察官评鉴委员，当然大部分是护航的，只有我、高永成，还有詹森林，还有另外一个高雄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陈立清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只有我们4个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跟一个律师代表比较站在泄密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黄世明才因为这样，他的泄密罪成立。那如果照这个张永慧法官的这个案子，洪文慧法官的说法，这么大剌剌的说我交给记者有什么关系？那我请问你，黄世明在侦查中跑去跟马英九聊聊天有什么关系？照你这样讲，我们聊聊案情又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刑法132之1条的泄密罪就可以撕掉了。公务员泄露或交付关于中华民国国防以外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今天一个判决在没有公开公告之前，它是属于应该保密的文件，因为它牵涉到原告、被告的很多权益。今天虽然你早上曾经公告过主文，刚才我讲过嘛，主文只有15个字啊。这个判决主文就是说，像我这个案子判决的主文是什么？
原告之诉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就这15个字。对，请问你，三立、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如何从15个主文当中去写出一大篇判决的理由？这判决的理由写了至少500字，他怎么可以由主文原告之诉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这15个字就去推演出500个字？显然你是把判决的理由书先交付给记者，然后才对外发布嘛。所以你看，连我们原告、被告都不知道，都看报才知道。如果今天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认为泄密就是你们的文化，那对不起，你整个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我通通揪出来。现在洪文慧法官大言不惭的说，这个不是什么泄密，所以他呢又让苹果日报提前，在我还没收到之前，他就可以得知判决的理由是什么。这个我们也要继续往下追究。好，那回到刚才徐府的那个问题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洪文慧法官怎么说。他说，新闻稿较早发布是因为该案受媒体关注，台北地方法院应媒体要求，依新闻发布作业要点制作判决重点摘要。问题不在你制不制作重点摘要，也不在于你根据新闻发布作业要点还是什么宝宝健康手册，重点在于你发布的时机不对。如果你发布的这个摘要重点是跟着你的新闻发布正式的新闻稿一起发布，那我没有话讲。你把它判决确定新闻发布之前，你泄露给3家媒体，致使包括原告、包括被告、包括一般社会大众都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媒体就知情。那你可能会问说，那媒体知情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不一定，媒体可能是有利于我的，可能是不利于我的，可能是拿着这个判决书去找司法黄牛来看看还有没有瞧一瞧这个判决书内容的机会啊。因为判决书虽然主文已经确定你败诉或你胜诉，但是判决书胜诉败诉的理由是牵涉到你的法律意义哦，它牵涉到你的法律利益，它牵涉到你2审上诉的时候会不会赢哦。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可以事先泄露的话，那来我去司法院做一个司法黄牛的生意，就以后啊，你举凡这个判决书要公告之前，你先给我看，那我拿去给当事人看，去跟当事人兜售一下，说这样的判决理由你满不满意？不满意的话，我给你改，你改完呢500万，你交付给我，我把这个改完的稿子交给这个张永慧法官或者洪文慧法官，让他们照你的意思把它改完。这样子你虽然1审败诉，但是你2审呢，因为这个败诉理由有利于你，所以你2审翻案的机会会比较大。那我立马去台北地方法院当这个司法黄牛。所以为什么要有泄密罪？意思就是公平，大家一起看到，而且对外公开，不可以分别某些人先看，某些人后看。所以我不知道张永慧，我也不知道洪文慧法官，你们是装傻呢，还是你们的法学素养针对所谓的法律的公平性真的差到如此的地步？你竟然会告诉别人说这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们就刊登在这个官网前，就提前交付给这个书面或电子档给媒体。那你为什么不交付给我呢？所以你看啊，这个洪文慧法官他根本认为这是没有事的。好，你认为你没有事，这前提就认为你认为你没有事，表示你做了这事，对不对？你做了这事，包括你认可张永慧做了这事，包括你自己也做了这事，那我就要告你了，对不起。可是我跟你讲啊，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长比较聪明一点，他根本就否认有这件事。好，所以他们2个之间是矛盾的哦。你看哦，我们去司法函询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跟张永慧的时候，我们说，你泄密，结果你知道吗？台北地方法院回给洪文慧法官的函，我念给大家听哦。关于所询本院蔡英文、彭文正确认博士论文不存在事件判决所制发新闻稿一事，附如说明，请查照。民众及媒体均可查询在本院及司法院网站之主文公告，而得知案件是否判决。至于媒体如何得知本件判决做成，
非本院所能答复。嗯，你很有趣我不知道你看台北地方法院这个讲了老实话了，他的意思是说，主文这个东西你是可以从司法院的公告得知的，那主文就是我刚刚讲的15个字而已，所以台北地方法院罩子很亮，他知道我们在追究的不是主文，是追究的判决理由，所以他就推责任。他说，至于媒体如何得知本件判决如何做成，这不是我本院可以答复的。结果洪文慧替他答复了。洪文慧说呢，这个刊登在官网之前提供书面跟电子档给媒体，就讲了台北地方法院，他说你确实是你提供的，并无侵害彭文正名誉的恶意。所以这2造呢，其中有1造会被我拿来告，另外1造我会把他抓来当证人。对，就说我到底讲清楚，你到底给了没有？好，那洪文慧法官最后的结论是对，台北地方法院确实把判决的理由书提前提供给媒体，但是洪文慧法官认为这样是很正常的事情，并无侵害彭文正名誉权的恶意。问题来了，我不是告你侵害我的名誉权，我是告你泄密啊。所以洪文慧法官又在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前面他说内容没有不雅，没有轻蔑文句，我没有说你妨害名誉啊，我说的是你妨害我的审级利益，你没收了我的一审。现在他又说，确实台北地方法院是有提供判决理由，提前给媒体。他说，但是这个并没有侵害到我的名誉。问题是我没有告你名誉啊，我这地方告你的是你泄密啊。所以这个判决书写的真的非常好笑。是啊，问 A 答 B 的感觉。对，他问 A 答 B， 然后第2段是问 B 答 A， 刚好相反。对，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我除了会告，我除了会上诉，张永慧这个案子我会上诉2审之外，我会告洪文慧法官，同时我会去会去找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长还有行政庭长，让他们当证人。你们到底讲清楚，你们到底有给没给？那个台北地方法院说我没给，洪文慧法官说你有给，但是这没什么了不起。对，所以先把这个厘清。那这个过程我都会把它收录在我的新书叫做《恶观》里头。是。那到底这件事情对还错，请社会大众看完判决说，大家来评评理嘛。是，现在这个《恶观》这本书名已经出来了，那个我们大概都很期待说什么时候会这个实体的来发行。不过刚刚讲到说这个案子彭碧还会上诉到2审嘛。那现在2审这一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另外，在洪文慧法官这边，我听到你刚才有讲说，你认为他有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问题，那是不是会加告？还会加告他什么样的一个罪名，或是说认为什么样的项目他已经踩到你的红线？他有几个问题了哈，我不很确定，我要跟律师商量一下，毕竟我法律我还是半桶水。刑法131条有个公务员对于主管或监督之事务，明知违背法令，直接或间接图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公务人员图利罪。那你看吗？他刚刚讲他说他明知他知道台北地方法院事前制作所谓的这个判决摘要重点提供给媒体。但是他的结论是说，这没什么不对啊，并无侵害彭文正名誉权的恶意。就我泄密没有不对啊，他明明知道他这样子泄密，他现在告诉我他没有侵害我名誉，是，所以你这是不是符合了公务人员明知违背法令，直接或间接图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的利益？对呀，bingo 啊，那不然图利罪是干嘛的？好看的，是。好，那我们就来告一告洪文慧法官，让下一个法官去判断一下，你洪文慧法官做的对不对？是我如果你下一个法官还是要用这种。是我刚一直听到有也有网友聊天说，这个有神秘的铃声啊，这个神秘的铃声不晓得是彭碧那边的还是这边，但是我觉得神秘的铃声来的刚好，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开启小铃铛，要订阅，就是论文门开箱。这个铃声不是我们设计的，但是我觉得是天意。就是你如果还在这个论文门开箱在看的观众朋友，我这借机打个广告，检查一下你订阅了没？检查一下在2021年。推荐你3到5个好朋友去订阅论文门开箱。这个对不起，刚才打岔一下，就是正好听到这个神秘的小铃声。所以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就是案子判的特别快就在2021年的年底之前把它给判出来了。彭碧这个
根据以往的案件来讲的话，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吗？还是比较快？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吗？有比较快，但是快是好事啊，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我说句实在话，我告这个案子非常简洁明了，你根本不用调查，因为高院已经说张荣惠违法了嘛，对，所以把这个东西拿回来重判。那我又不是告张永惠刑事，我告他民事损害赔偿。那你法官要做的事情就是，那张永惠这个违法判决对彭文正到底有没有造成损失？有没有造成损失？你说精神上的损失是很抽象的，那你就把计算机或算盘拿来算一算，看彭文正因为这样子多花在律师的费用多少，我们的律师还附了单据给他看呢、啊，那这案子就很简单了。对不对？你张永惠这样子造成彭文正多付20万，那你就赔20万。我觉得他如果这样判，很快这个判决书我来写，大概10分钟就写完了。结果他要绕一个大圈子，一会儿说，我说他这个造成我的多付20万，他跟我说他没有诽谤我，我说他泄密，他跟我说这没有名誉的侵权，写了这么多，然后都不到重点。所以这个案子算快算慢，那比起黄伟406天才同时寄发起诉不起诉书，这个案子是非常快的。这真的是，而且非常快判决，但是判彭碧败诉，但是里面你提告的理由，他回答你的，这又是另外一方面，这真的是继续可以看下去了。